娘，我怕爹一会儿醒来是不是还要打我们？小丫不怕，娘在，有娘在。钱呢？我问你钱呢？我不是正在农大研究院做实验吗？这是穿越了。而且还是穿到一个被流放千里、家暴妻女的问棍赌夫身上。走快点！滚一边去！再敢拦着我，打死你！爹打娘！钱呢？我问你钱呢？求求你不要再打了，没有了，家里真的没有1分钱了。操！原主也太他妈的不是人了，自己的媳妇儿和孩子都下得去手。求求你，都是我的错，别打孩子，是我拿酒罐子砸了你，你不要打女儿。也都是小丫的错，你别打娘，小丫再也不说饿了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做的不对。你说什么？我保证，我以后不会再对你们动粗了，而且我会想办法赚钱养家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国君，家里真的没钱，就算你编这些瞎话也没用。看来他们对前世的成见太深了，不是1、2句话就能扭转过来的。想要让他们意识到我真的改变了，只能用行动来证明。检测到宿主强烈改变现状的愿望，农业实验室系统已激活，正在绑定宿主，绑定成功。农业实验室，哈，我的实验室居然跟着一起传过来了。先去看看实验室变成什么模样了。还真是农大的那个实验室。光谱土壤分析1，土样放进去，氮磷钾，微量，酸碱度，30秒出报告。我在农大做课题那会儿常用，拿过省奖。智能营养液配比价，缺氮补尿素，缺磷补过磷酸废，缺钾补硫酸钾。配方比例我在实验室做过不下200次，闭着眼都能调。分子育种培养区，温度、湿度、光照全部自动调控。普通种子进去3天能育出外面1个月的苗。大旱之年最缺的就是抗旱良种，这个功能正好派上用场。这是之前做实验没扔掉的蔬菜，正好家里米缸见底了，这几个菜能顶2天。目前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试验田，有机质含量20%以上，顶级黑贵土，亩产1500斤完全没问题。这是之前在实验室培育箱里的山参，楼头密实，圈纹层层叠叠，根茎有大 B 组。不对劲啊！我记得这些山参才种下3个月而已，现在怎么看着像是100年老参？刚埋下去就出芽，这生长速度，难道在这空间里的时间流逝是外界的几倍，甚至几10倍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岂不是只需要1、2天的时间，我就能种出一茬粮食来？不过实验室里的物品毕竟是凭空得来的，少了还好说，多了必然会引人怀疑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我还要适当改良外面的土地，在外面种点庄稼。不管了，先将这些蔬菜拿到集市上卖，赚一笔钱，改善家庭状况再说。你在做什么？醒了，正好汤快好了。这白菜和胡萝卜哪来的？山上挖的。大旱快半年了，山上草都枯了大半，哪来的白菜和胡萝卜？村里人把能吃的都挖光了。往山里走的深，还真长了几棵野白菜。胡萝卜是顺道在山间边摘的，那地方陡，
一般人下不去，所以没人采。深山里的白菜，山涧边的胡萝卜，他以前连田埂都懒得走一步，还会知道山涧边有这些菜。喝吧，爹不凶你。娘，真好喝。好喝就多喝点。他昨天给我道歉，今天天不亮起来做饭。以前别说做饭，他连回家的次数都屈指可数。他是真的想改，还是又一个编出来骗我的新把戏？婉言，我今天去趟集市，傍晚就回来。他去集市干什么？肯定又去赌了。小伙子，你这白菜咋长得这么好？这大旱年，别人家的菜都蔫得不像样，你这菜倒水灵。家里地翻了土，施了肥，费了不少心思伺候。婶子拿一颗回去炒，菜帮子脆甜，比普通白菜香得多。萝卜也水灵，不是康欣的，怎么卖？白菜3文1颗，萝卜2文1根，菠菜1文1把。今早刚摘的，卖完就没了。白菜、萝卜、菠菜，每样来1份，回家给孙子炖汤正好。这菠菜给我来2把。白菜还有没有？我要2颗。一筐菜卖了19，先去种子铺买种子，再去买米面肉。掌柜的，小白菜、菠菜、萝卜每样来1包。客官选的都是好种的菜，懂行。今年大旱，种子都快卖不动了，地翻好了，就差种子。2斤白米，1斤白面。1条五花肉，2根筒骨。客官要什么布？粗棉布，扯3身衣料的，2身大人，1身小孩。种子有了，米面肉够吃好几天，布料够做3身新衣裳，家里总算能开顿像样的饭了。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。娘，我饿。再等会儿，娘给你煮粥。爹，这是什么？米，2斤米，还有肉，今晚咱吃这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米饭和肉吃了。这里还有2罐钱，你先拿着，虽然少，但以后肯定会慢慢多起来。他向来只知道跟我伸手要钱，这还是第一次给我钱。这苗昨天还蔫黄蔫黄的，今天怎么调了点肥水，土质太差了，得慢慢改。这茬苗还能救回来。以前他这些都不管的，他真的在改，也许我也该试着信一次。国君，你拖欠的税银拖了3个月了，今天要么交钱，要么拿你媳妇儿抵税。税银该交多少，交给谁，自有县衙定夺。你凭什么上门收税？我爹是李正，这陈家村的税就是我陈家说了算。我看你这废物样子也交不出来，来人，把他媳妇儿给我带走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你，都给我滚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现在不交，等官差来收税那天你也得交，交不上你就完了。他居然会护着我们，以前他只会把我们往外推。别怕，以后没人能动你们1根指头。春生哥，你看这谁家的地？大旱年稻苗长得比丰年还旺，邪了门了。这地好像是郭俊家的，前2天我路过，看见他在地里浇什么东西。操！一个废物的地，凭什么长这么好？大旱之年，家家户户都吃不上粮食，他这地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法。既然他用的妖法，老子就替天行道，把这片地给我烧了。春生哥，烧人庄稼可是重罪。怕什么？大半夜的，谁知道是咱们干的？烧！
郭俊，你没了稻田，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浇顺银？着火了！谁家的地着火了？不好，有人来了，快跑！啊，那是大俊家的地，前几天还绿油油的，怎么烧起来了？这火势救不了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全烧光了！火灼子，这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老伯，你敲锣的时候看见有人从这边跑过去吗？我敲锣那会儿，隐约看见3个人影往村口那边窜，天太黑没看清脸。能干出这种事的，除了陈春生，不会有第二个人。但光凭脚印和人影，到了县衙也定不了他的罪。地虽然烧了，但土里的根还没死透。我有办法让这片地重新活过来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稻田恢复起来。至于陈春生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他算清楚。pH 值9.5，有机质不到0.1%，重度灼伤，需要加大腐殖酸比例，配硫酸磷铁调碱，改良液3袋，专门针对火烧地。很快就能恢复土壤结构。不过，就算外面的地能种出庄稼，也难保陈春生不会再整西蛾子。还是要以试验田为主，炉头密实，圈纹如年轮，根须完整，百年野山参的品相。先采集10根，够我用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去趟县城，把门杀好，谁来也别开。炉头密实，圈纹细密，根须完整无断，这是百年山参。老汉在药材行干了40年，接手的山参不下万肯，这种品色的还是头一回见。10根，全是这个品相，开价吧。1根50两，10根500两，现银结算，绝不拖欠。老赵头，你又在压价。这品相的山参，我在京城药材行干了20年都没见过。你开50两，亏心不亏心？你少来搅嘴！我先看的货，先来后到的规矩懂不懂？行医者的事儿，价高者得，哪有什么先来后到？小伙子，我出1根80两，1根90两，百年极品山参，就算100两也值这个价。哟，刚才路过就听见你们在争，这山参品相绝了，入我的胭脂，美容养颜，做1盒卖1盒，我出100两1根。你一个做胭脂的买什么山参？暴殄天物！掌柜的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这胭脂1盒卖10两，加了百年山参1盒能卖50两，100两1根，我赚得回来。小伙子，胭脂敷脸是外用，山参入菜才是正途。百年山参炖乌鸡，一道菜能卖上百两。小伙子，我出110两1根，120两1根，现银结算，10根全收。1200两，我这药铺1年的流水也就这个数。10根，1200两，成交。小伙子，以后再有这种品相的山参，直接来城西药材行找我，有多少收多少。1200两，一波赚得盆满钵满。3辆马车，6匹壮马，6个壮丁随行，米、面油每样10袋，把3辆车装满，猪肉半片，鸡10只，布10匹。天黑之前装好，我今晚就要回陈家村。客官稍等，马上安排，半个时辰之内全部装好。大军，李正父子2人带着官差和衙役去你家了，说你欠税3月未缴，再不交就要把你媳妇和闺女拉去发卖了，你赶紧回去。郭俊欠税3月未缴，按律充军，妻女充公发卖，把人给我拖走。来晚了，疼不疼？别回来了，谁也动不了你们。陈春生，你不要睡银吗？这里就是。怎么可能？
爹，这么多银子，这个废物从哪儿弄来的？税银一个子不少都在这儿，拿上银子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我家院子。我只让你们拿该缴的税银，多拿1两，我明天一早去县衙告你礼仗、敲诈勒索、贪墨税款。郭俊，一个败光家产的赌鬼，大汉年景绝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银两，银子来路不明，老子迟早查个水落石出。随时恭候。现在，拿上你应得的，滚！爹，这口气咱们就这么咽下去？那小子当着村里那么多人的面，把银子砸在咱们脸上，全村人现在都在背地里笑话咱们。老子在陈家村当了10几年理政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爹，那郭俊绝对有问题。他家那5亩地，前几天稻子长得比人还高，白菜萝卜大的邪乎，这根本就违背农时。如今田被烧了，他居然能随手甩出几10两现银，这钱能是从哪来的？大旱之年必有妖孽，我要亲自向知县大人禀报。陈家村出了个私通妖械、行使妖法、意图抗税造反的妖人。爹这招高明，私通妖邪可是重罪，只要县太爷派兵来抓人，郭俊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得死在县衙大牢里。pH 值飙升到9.5，重度碱化，高温灼烧导致土层板结，氮磷钾养分几乎全部碳化流失，有机质含量连0.1%都不到。这块地现在就是一块死地，子弟也能救。重度灼伤土壤修复需要强力调酸，硫酸液铁500克，降低碱度，腐殖酸液300毫升，重建土壤微生态。速效氮磷钾放大5倍浓度，直接灌根。这一桶稀释浇下去，3天就能让死土重塑结构。普通稻种抗不过外面的干旱和盐碱，这旱稻3号在空间里培育，3天发芽，6克分刀，9天成熟。外界1天，空间1年。我要在空间里完成3代育种，筛选出最适应外面焦土的基因。外面过了今晚，这黑土地里就是整整1年的育种期。明天我就能拿到最顶级的抗逆性秧苗。大俊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地都烧成炭了，连根野草都长不出来，你还在那教什么？哎，老天爷不让你吃饭，你就算把自己累死也吃不上一口。婉言，不用理他们，继续浇，每一寸土都要湿透。对了，我今天下午要去县城置买点新种子，需要你帮我去后山找点可以做骨架的东西，就比如说竹子啊什么的。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知县大人有令，谁若能救活后院的宝贝树，当场赏银100两；若能让此树重焕生机，大人保他一生衣食无忧。算了吧，那树可是县太爷的命根子，听说是京城高官送的，县太爷还请风水师傅算过。这树跟大人的仕途紧密相连，如今叶子全黄了，连城里最好的花匠名医都说没救，谁去谁挨板子。大人，我可以试试。大人，此乃天意，此树根部煞气缠绕，乃是大人官运受阻之兆，实非人力所能挽回呀。大人还是早做打算，多去京城走动走动。胡说八道！本官好不容易熬到升迁关头，这树偏偏这时候死，难道本官这辈子就只能困在这穷县城里吗？草民郭俊能救此树。哪里来的无知乡民？连本县首席花匠和老夫都无能为力，你一个泥腿子，凭什么在这口出狂言？凭我懂草木，而你只懂坑蒙拐骗。这树根本不是什么煞气入骨，它不过是缺素性黄化，根系缺乏特定矿物质，
加上浇水过频导致烂根缺氧。大人，此树病因有3：土壤缺填导致黄化，浇水过频导致烂根，根系真菌感染导致营养无法输送。对症效药，7日可见起色。7日，本县首席花师治了3个月都没救，你若敢戏耍本官，本官让你横着出去！大人息怒，草民先治烂根，今日只做一件事，杀菌消毒。3日后若不见起色，草民甘愿领罪。后山别说竹子了，连草都旱死了大半。这些高粱杆是去年收的，你拿它大什么？大旱年竹子不发新笋，老竹子早被村里人砍光了。高粱杆轻便又韧，做棚架足够了。大军，你弄这些高粱杆干啥？烧火啊？搭棚子。大旱天竹子旱死了，砍也砍不着。高粱杆轻便韧劲足，弯成拱形绑紧，上面附油布，一样能种菜。我来帮你。高粱杆我家也有几捆，回头给你扛来。这东西往年只能当柴烧，没想到还能搭棚。成了。棚顶油布透光保温，棚里地温比外面高好几度，晚上冷风灌不进来。旱年露天种菜，水蒸发太快，棚里能保住省1半水。就这么些杆子和一块油布，就能在旱天种出菜来？能。棚内湿度比外面高6成，早晚浇一次水就能撑一整天。明天我往棚里铺育苗床，先育菠菜和白菜。这批高粱杆只够搭1座棚，明年开春雨水多了，再换竹子搭大的。白菜、萝卜、黄瓜、菠菜、韭菜，5样常见菜，种子够种一棚。用营养液浸种催芽，出芽率能到9成以上，催芽效果正常。今晚泡1夜，明天移进大棚育苗床，15天出苗移摘，30天第1茬叶菜就能采收。白菜、萝卜、黄瓜、菠菜、韭菜5样，这棚子真能1个月出菜？叶菜长得快，菠菜20天就能摘，白菜30天爆卷。棚里温度湿度恒定，比露天长得快1倍。这几天你先学喷水，每天早晚各1次，不能多浇。爹，种子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菜菜？再过几天，小丫就能看到绿芽从土里钻出来。郭先生，昨日浇了那绿药水，今天这树怎么还是枯的？管家请看，树皮内侧已经泛绿，说明根系开始吸水。今天是第2步，足铁，缺铁叶片才会发黄，铁补上了，叶脉才能重新输送养分。这是活的！大人，这是叶脉恢复储送养分的表现。今天是第3补金，锌元素能促进新芽分化，缺锌的树再壮也发不出新枝。大人，这郭俊还真有2下子。3天枯树泛绿，府里那个花匠看了半天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去，把那位风水大师的银子追回来，顺便告诉他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郭先生，我在这府里当了20年管家，见过的花匠不下10个，你这手段当真是独一份儿。还有最后2剂，明天补微量元素，后天激活根系，7天期满，大人自会看到真正的效果。7天，枯树重生。郭先生，你这双手到底是用了什么仙法？大人，不是仙法，草木跟人一样，饿了要喂饭，病了要对症上药，缺什么补什么，自然就好了。草民在乡下种地，天天跟庄稼打交道，
摸透了他们的脾气。先生请来，本官有一事请教，先生可否能将这救树的本事用在庄稼上？先生有所不知，今年大旱，全县12个村的庄稼蔫了大半，赋税收不上来，朝廷催缴的公文一道接一道，本官这顶乌纱帽怕是戴不稳了。你那救树的本事能不能用在庄稼上？大人，草民在陈家村已经试种了一茬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大人若肯屈尊走一趟，草民请大人亲自看看旱年怎么种出粮食。好，本官就跟你走一趟。若真如先生所言，本官必有重赏。大军，县王爷怎么来了？县太爷是来看咱们的田和棚子的，你带路，先去大棚。不必多礼，这棚菜是你种的？回大人，是民妇的相公带着民妇一起种的。菠菜3天出叶，白菜7天爆卷，黄瓜半个月就能摘。棚里保湿保温，用水只有露天的一半。旱了半年，满县城见不到一根新鲜菜，你这棚子里倒像春天一样。大人，这只是一座小棚，只够供草民一家吃用，多的拉去集市卖。若能推广到全县，每个村搭几座这样的棚，大旱天老百姓也能吃上新鲜菜。郭先生，别人家的地旱得裂口子，庄稼都枯死了，你这地挨着它，怎么就长得这么好？这稻子怎么长出来的？大人，水田种地，大家只盯着天不下雨，却忘了地本身也会出问题。大旱不只是缺水，地表板结，土里存不住水分和养分，浇了水也往下漏，根系根本吸不到。草民做的就是先把土养好，用腐殖酸把板结的土化开，让土能存住水，再用配方肥把养分补上，土壤结构恢复了，只要正常水量的30%就够稻子长。你这法子能不能交给全县的农户？草民愿意把改良土壤和旱稻育种的方子全部交给县衙，只要教会各村农户怎么养土，以后再遇旱年就不至于颗粒无收。郭先生，你这大棚种菜，改土种稻，若能推广到全县，本县何愁旱灾？你为本官救活我的宝贝树，现在又愿意救活全县的庄稼地，立此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银钱、田产，还是本官为你请个一官半职？大人，草民什么都不要，只愿这大棚和稻种能帮全县乡亲熬过旱年，人人有饭吃，家家不饿肚子，这便是海业和亲，四海升平。好一个海晏和亲！本官在官场10几年，还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人，不争名不争利，倒替全县百姓操心。你这胸怀，本官自愧不如。大人，大军他不说，草民替他说，他这田能保住这片稻子，全靠他起早贪黑一株一株救回来的。之前有人3番5次来糟蹋他的庄稼，还一把火烧了他的稻田，大军费尽千辛万缕才救活过来。大人一定要为大军做主啊！谁干的？说！大人，是李正陈良。最初他盯上草民，是因为草民缴清了拖欠的税银。他原以为草民拿不出银子，想借机拿捏草民，
霸占草民的田地和妻女。后来草民田里的庄稼越长越好，他又眼红嫉妒，便一而再再而三派人毁坏草民的庄稼。赋税，本官在全县收不上税粮，他一个理政倒好，贪没税款，欺压百姓。他毁的不是你的庄稼，是本官救灾的路子。传本官手令，立即将陈良押回县衙大牢，贪没税款、欺农毁田，数罪并罚，从重处置。明日张贴告示，陈家村新任理政由郭俊举荐，各村再有欺农毁田者，与陈良同罪。是。谢大人明察秋毫，草民明日就把大棚搭建法和汉道御庄法整理成册，交由县衙印发各村。将陈良、陈春生父子一并拿下。干什么？我是陈家村理政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王知县亲笔手令，陈良贪没税款、欺农毁田，父子同罪，一并押回县衙大牢候审。别让他跑了，追！陈春生，你跑不掉的，再跑抓到了罪加一等。大人，这山里有好几个荒废的土匪窝子，地形太险，兄弟们没带弓箭，摸黑进去怕中埋伏。留2个人在山脚路口守着，其余人回去复命。陈良先押回大牢，陈春生明日天亮再搜山。谁？2位好汉，我叫陈春生，陈家村理政陈良的儿子。县衙要抓我们父子，我爹被拿住了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。县衙抓你爹，你跑上山来找我们，想干什么？大人，草民已将大棚搭建和汉道育种的法子全部整理成册，从选种、育苗、改土到田间管理，每一步都写了详细说明。各村识字的老先生照着册子念给村民听，就能上手。图文并茂，通俗易懂。郭先生，你这本册子比府衙下发的农书还实用，本官即刻让书吏制抄20份，分发全县各村。郭先生，这位是本县县丞周大人，掌管全县赋税粮仓；这位是本县主备吴大人，全县田亩户籍公文往来都由吴大人经手。2位大人都是本县的顶梁柱，本官特意请来与先生认识认识。郭先生，你报上来的汉道亩产数据本官看了，320斤。大旱之年能有这个收成，全县赋税有了着落。本官替清水县百姓谢你。郭先生，你整理的那本册子，下官已经让书吏邓抄了，日后各村推广，公文往来，种子分发，收成上报，下官亲自督办，绝不耽误先生的事儿。2位大人抬爱，草民只是个种地的，能让乡亲们不饿肚子，全靠王知县和各位大人支持。郭先生，本官今天请这2位来，不只是帮你认识人。周县城管赋税粮仓，以后你的稻子入仓抵税、种子换粮全由他经手。吴主簿管田亩文书，你的册子要发到各村，公文要盖县衙大印，都绕不过他。你在清水县要站稳脚跟，光有种地的手艺还不够，县衙里得有人照应。大人用心良苦，草民明白。只是草民一个种地的，跟各位大人打交道，怕不懂规矩。你只管把地种好，县衙里的事，本官替你铺路。大爵，那个，我们几个想请你帮个忙。这黄瓜缺水，大棚里湿度不够。大军，你给看看，我家白菜种在棚里，
叶子发白，爆卷爆不紧。你家的白菜又绿又紧实，我照着你的法子浇水了，怎么就不行？这不是缺水，是缺光照。你家棚顶的油布多久没换了？旧油布透光差，白菜照不到足够的光，叶绿素合成不够，自然发白。油布还是去年冬天那块，一直没换过。大俊哥，我家的菠菜叶子边上一圈焦黄，是不是也缺水？不是缺水，是施肥过量，营养液浓度太高，烧根了。你这批菠菜用的什么肥？我看你家坝棚里浇那个绿道药菜长得快，回去自己也兑了一点，可能是兑浓了。营养液不是越浓越好，浓度翻倍，菜根会被烧死。你回去用清水连浇3天，把土里的肥稀释掉，新长出来的叶子就能恢复正常。黄瓜棚里湿度要保持60%以上，早晚各喷1次水，但不能往叶子上喷，要往根部浇。白菜需要光照充足，棚顶油布每年换1次新的，旧了透光度不够。菠菜最怕肥害，营养液必须按比例稀释。大俊，又有5户报名要学大棚，加上之前报名的，现在全村有10来户在排队了。你看什么时候集中培训一次？大俊，你办培训，我第一个报名。以前种地全靠老经验，今年大旱一旱全抓沙，你那套法子管用，我愿意从头学。我也报名。这大棚看着简单，里面的门道太多了，不学真的种不好。大柱，你统计一下名单，3天后在晒谷场上搭个台子，我统一讲1堂课，从选种育苗到大棚管理全讲一遍。谁家棚里出了问题，当场带着去看。大棚种菜关键在3点：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。棚顶油布每年换1次新的，旧了透光度不够，菜就长不绿。浇水早晚各1次，往根部乖，别往叶子上喷。大俊哥，我家白菜爆卷不紧，叶子发白，是不是油布旧了？你上次跟我说过，你家棚顶油布还是去年那块，回去换新的，3天后就能看到变化。今时不同往日啊！之前还有人说郭俊疯了，拿没用的水往焦土上浇。今天这培训下面坐得满满当当，怕是60个都不止，连李家沟的人都翻山过来了。大俊哥，今天来听课的登记了68个人，来自6个村，各村大棚数量我按村统计好了，回头把单子给你。大俊，现在6个村都跟着咱们种大棚，旱道也快开镰了，摊子越铺越大，县衙那边也很顺利，真是皆大欢喜。可陈春生跑了这么久还没抓到，他要是趁收割的时候回来搞破坏，咱们这点人手根本防不住。陈春生心狠手辣，他爹被抓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收割前这几天，不能光靠人守着。实验室里有简易感应装置，但那个只能覆盖1小片区域。6个村的稻田和大棚加起来几百亩，根本不够用。不能被动等人来，稻子集中在这片，大棚集中在村后，晒谷场在村子中央。把感应装置布在3个关键区域的咽喉路口，用细麻绳串联铜铃，只要有人摸进警戒区碰了绳，铃铛就响。铜铃20个，麻绳3捆，感应装置1套，覆盖稻田和大棚的关键路口够了。明早让大柱把守夜的人分成3组，每组负责1个区域。铃铛一响，全村出动。陈春生，你最好别来，来了就别想走。明天一早开镰，按之前分的组，每5户1组，割完1片再推下1片。稻子割完直接拉到晒谷场，当天翻晒，不能捂着。镰刀、麻袋、打谷机都准备好了，全村男劳力全部上阵，争取2天割完。大俊哥，今年这收成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过。明天开镰，咱是不是放挂鞭炮图个吉利？鞭炮先留着，等稻子全进了廊，菜全收进棚，咱们再庆祝。
这一茬秋菜比上茬还多，光黄瓜就够装满满5大篮。大柱说，县城那边已经排着队等咱们的菜了。明天稻子开林，菜也同步采收。你带着村里的女眷负责分拣，品相好的走县城和酒楼，品相稍次的留着分给各家各户。爹，你看这根黄瓜比我的手还长。这根黄瓜长得最好，留着给小鸭吃。明天开镰，所有劳力都集中在稻田区。丁老四带10个人负责割稻，大柱带5个人负责打谷和装袋，雾娃子负责计数，每户的产量都要记清楚，一粒都不能少。大俊哥放心，镰刀磨了一下午，明天天不亮就下田。大棚那边呢？秋菜也正好是明天采收，蔬菜采收安排在下午，上午全部人力集中收稻。稻子比菜怕风怕雨，抢收完了再收菜。大棚附近留2个老人看着就行。明天是全村这一季最关键的一天，稻子进枪，菜走县城，这一季就算圆满。都回去早睡，天不亮敲钟集合。都听着，明天天亮前摸到村口树林藏着，等他们开始割稻子，人全散在典里的时候，听老子一声哨，八脸带人冲晒谷棚，陈春生带人烧大棚，剩下的人跟老子堵村口，抢粮放火，1炷香之内必须撤。大哥，听说陈家村现在富得流油，这一票兄弟们能过个好年了。独眼大哥，郭俊家的棚子在最东边，我要亲手点。大俊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明天一早还要割稻子呢。睡不着。今晚山里太安静了，连声鸟叫都没有。明天让守夜的都打起精神，稻子一天不收进仓，我心就悬着一天。大俊，昨晚我在村口守了大半夜，没什么动静，你是不是多想了？没动静就好，开镰吧。大柱，你家那5亩割了多少了？割了快4亩了，稻穗比去年沉1倍，今年光稻谷就能追满半个院子。张房师生，我家这3亩打完多少斤？够不够娶媳妇儿？你家亩产315斤，3亩就是945斤，娶媳妇儿够了，还差1头牛。哎，妈，李婶，你家大棚这茬黄瓜比我家的还水灵，用的什么肥？还不是按你家大俊教的方子配的营养液，我就多加了2次喷水，湿度上来，黄瓜就鼓得快。大俊说湿度6成以上，我天天拿手指头试，比带孩子还上心。小丫，这筐白菜12颗，你帮婶儿记上。12颗，记好了。这批菜品相好，下午让丁老四装车，趁新鲜拉到县城。稻子今天下午就能全部割完，晒3天入仓。这一季算是熬过来了。好不容易，去年这时候家里米缸见底，小丫饿得直哭。今年不光米缸满着，还能给村里老人分菜。大俊，就剩这一片了，再加把劲儿，天黑前全部收完。
大柱，让所有人提剑镰刀回村里。兄弟们，抢粮，放火！大军，山匪，是山匪！国君，你让我家破人亡，我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陈春生，你果然来了。邱忠，让副助老幼全撤进村西祠堂，壮丁拿家伙跟我来。欺负老人算什么东西？带小丫进去，杀上门，无论听见什么都不许出来。按演练的分3组，大柱带人守晒谷场，老四带人护大棚，其余人跟我堵村口。此路不通。走，跟我去另一个大棚。救他们！丁老四，你找死！你爹贪墨税款，你勾结山匪，你们陈家才是该死！陈春生，你爹在县衙大牢等你团聚。全部绑了，押到晒谷场中央。大军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送县衙？全部绑了，派人去县城报官。山匪头子单独捆，他们要偿的债不止今天这一笔。小子，你得罪了我们黑风寨，迟早有人找你算账。黑风寨，正好让县衙一并缴了。你们这些害人的东西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半年前，你爹带着衙役来我家收税，说缴不上就拉我充军，霸占我妻女。现在呢，你们父子一个坐牢，一个绑在这儿。陈俊生，这叫报应。国君，你等着！我等什么？等你爹从牢里出来，还是等你那些山匪兄弟来救你？军哥，没事了，山匪全抓了，陈春生也绑了。爹，你打赢坏人了。爹答应过你，没人能动咱们家一根手指头。大军，大棚那边火灭了，只烧了2座棚，剩下的都保住了。
稻田的稻子怎么样？稻子大部分已经割完运进仓了，田里只剩些稻茬，没损失多少。菜都摘完了，损失的棚咱们再建。稻子保住了，这一季就没白忙。郭先生，我在县里当了20年差，头一次见一个村子自己拿下20多个山匪。不是郭俊一人之功，全村壮丁齐心协力，事先布了铜铃预警。郭俊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做人你都做不明白，做鬼就能行了？知县大人让我带句话：陈良昨夜在狱中听闻儿子勾结山匪，急怒攻心，吐血3张，今晨已经咽气了。陈良罪有应得，他的儿子也会得到应有的处置。陈春生勾结山匪，纵火焚田，劫掠村民，3项大罪，你可认罪？不招，来人，上大刑！啊！我招，我全招！是我勾结黑风寨，是我要烧郭俊的大棚，是我要抢粮！画押。陈春生勾结山匪，纵火焚田，罪大恶极，判斩立决，秋后问斩。独眼8脸2匪首，同罪，其余从犯发配边疆充军。郭先生，这次山匪之乱，多亏你事先布置，本官已经上书州府，详报你的功劳。大人过奖，草民只是保护自己的庄稼和家人，保护家人能做到这般地步，说明你既有谋略又有担当。本官决定任命你为陈家村理政，即日起接管陈家村一切事务。郭某接任理政，第一件事，重修被烧的大棚，而且要比原来更大更好。大俊，建大棚要花钱，村里各家各户刚熬过旱年，拿不出银子啊。钱的事不用愁，县衙拨了50两修棚专款，各家出工出力就行。我刘大柱第一个出工，大俊带着咱们打跑了山匪，保住了稻子，现在又要带咱们建大棚，谁不出力就是忘恩负义。我也出工，我也出工。这次不用高粱杆了，县衙拨款购买竹子，去县城运一车青竹回来。竹子比高粱杆结实，我这就去办。烧过的土要重新翻整，我来配改良液，你们负责翻地。包在我身上。这是新式棚架图，双层覆膜，外层防雨，内层保温。你去统计一下，全村能出多少壮工？我要排工期。我这就去。能量点不多了，得精打细算。先分析烧土的恢复配方。pH 值9.2，氮磷钾几乎为0，有机质碳化，比上次的焦田还严重。腐殖酸500毫升重建团粒结构，均剂200克恢复微生态，速效肥3倍浓度灌根。改良液4袋，专门针对火烧地。从早忙到晚，喝点粥暖暖胃。婉言，从明天开始会更忙，我要在10天之内重建2座大棚，还要准备去邻村讲课。你只管忙你的，家里有我，小丫也能帮忙了。爹，我能帮你递绳子。好，等棚建好了，爹在棚里给你留一块地，你自己种小白菜。真的？我自己种。真的，爹教你。快，切这边。请问，哪位是郭俊郭先生？我就是。2位是？我是李家沟的村民，姓赵。我们村今年大旱，庄稼全枯了。听说陈家村有神奇的大棚，能在旱年种菜，
特意来求教。大军，李家沟在山那边，比咱们村还穷，今年据说饿死了好几口人。赵大哥，你们村现在什么情形？全村300多口人，米缸全空了，靠啃树皮度日。村长让我来求先生，能不能去我们村教教怎么建大棚？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3日之后，我带着人和材料去李家沟。3天后，我带大猪和老四去李家沟传授大棚技术，雾娃子留在村里盯着重建进度。大俊哥，咱们自己的棚还没建好，就去帮别人。李家沟比咱们更苦，咱们有了口粮，不能看着邻村饿肚子。大棚技术推广的越广，越多人受益，这是王知县的命令，也是咱们陈家村的责任。大俊说的对，咱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。旱稻3号在空间里育种3天，相当于外界3年，基因稳定，干旱耐碱，亩产应该能到350斤。李家沟的土质跟陈家村相似，旱地为主，带旱稻3号和大棚蔬菜种子去，再配一批营养液，改良液4袋2桶，催芽液1瓶，促长液1瓶，应该够李家沟先用一阵子。去李家沟要翻2座山，路上小心。放心，有大柱和老四跟着，最多5天就回来。爹，你去教别人种菜，那咱们家的菜呢？咱们家的菜有你娘照顾，爹去教更多的人种菜，这样天下就没人饿肚子了。那以后是不是所有小朋友都能吃饱饭了？爹努力让这一天早点来。郭先生远道而来，劳代表全村谢过了。村长客气，咱们先看地，再定方案。碱性太高，板结严重，跟陈家村之前的情况一样。这地还能救吗？能救，今天就开始。先深耕6寸，把板结的土层打碎，然后按我说的比例浇改良液。3天后土质就能恢复，到时候撒旱稻种子，浇一遍催芽液。郭先生，这改良液贵不贵？县衙拨了专款支持农技推广。这次带来的改良液和种子，分文不取。谢郭先生救命之恩！快起来！我不是救命恩人，你们自己才是。我教你们技术，地还是要你们自己种。大棚要建在背风向阳处，地势平坦，离水源近，这片空地最合适。竹竿弯成红形，插入土中1米深，间距3尺1排，横梁用麻绳绑紧。上面附油布，4边压实。我来示范，大俊在村里教过我们，我搭过3座棚了。附油布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能留缝隙，不然夜里冷风灌进去，菜苗会冻死。郭先生，你救了李家沟300多口人的命啊！老朽无以为报，这是村里凑的一点谢礼，请先生务必收下。村长，这些我不能收，荒年还没过，这点东西留着给孩子们补补身子。先生不收，老朽心里过意不去。真要谢我，就把大棚种好，把旱稻种好，等秋收的时候送我2斤新米，就是最大的谢礼。郭先生，知县大人亲自来了。郭先生，本官今日是来给你道喜的。
大人亲临，草民惶恐，不知喜从何来。2件事：第一，你的大棚技术和汉道育种法，州府已经批准在全州推广，知州大人亲自题写了匾额。草民何德何能，当不起这4个字？当得起。第2件事，朝廷恩科，今年加开一科农举，选拔天下农技人才。本官已经举荐你参加，这是举荐文书。奉知州大人令，陈家村郭俊传授农技，救活全省庄稼，功在百姓，特赐匾额，农盛在世，以彰其德。大军，不对，郭先生，咱们村出了农盛了！郭先生，这是天大的荣耀啊！大人，草民只想种好地，让百姓不饿肚子。这农举，郭先生，农举不是让你做官，是让你把本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。天下有多少州县在闹饥荒，你知道吗？草民明白了，草民参加。俊哥，你现在是朝廷举荐的农举人了，以后会不会离开我们？不会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你们才是我的根。我去考农举，是为了让更多人学会种地，不是去做官享福。我信你，只是你最近太累了，要注意身子。等农举考完，咱们好好歇一歇。到时候，我教你和小丫一起进大棚种菜。本次农举初试，考题为《论大旱之年保粮之法》，限时2个时辰，开考。周县城，你来看看这篇。大人，这卷子写得太实用了，不是空谈，是实打实的方法。本官批了20年白字，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文章。郭先生，你的卷子本官已经呈报州府，知州大人看了，拍案叫绝，说此乃天下农书之冠。草民只是将实践所得写出来，不敢当此赞誉。知州大人已经下令，3日后在州府举行复试，选拔前10名赴京城参加殿试。你是清水县唯一一个进入复试的，草民一定全力以赴。农举复试考的是什么？古代农书，24节气。不，周周要的是实用技术。改土、育种、大棚、水利，这些都是我的强项。但有一点，考场之上不能用实验室的设备，一切要靠真本事。我得把实验室里的配方全部默记下来，不能带任何东西进去。大军，我这辈子第一次来州府，真大呀！大柱，复试只有我一个人能进考场，你在外面等我。你放心考，我在客栈给你炖骨头汤补身子。复试题为《论天下饥荒之根源与解方》，限时3个时辰。饥荒根源有3：1耶天灾，2淹地裂，3耶人无忌。解方有9：1改土，2育种，中大棚，4水利，5储粮，6互助，7减赋，8劝农，9设教。交卷子。此子人才呀！9条解方，条条中要害，尤其是大棚和改土之法，闻所未闻。大人，此人的文章不像是读死书出来的，像是亲手种过地、建过棚的。本官决定了，此人复试第1名。
考得怎么样？尽力了，等结果吧。国君，上前听令，本次农举复试，你名列第一，获赴京城参加殿试之资格。3日后启程，不得延误。大军，你中了，泉州第一！草民领命。大军，这就是京城啊，比州府还大10倍。大周，殿试在明日，今天先找客栈住下，我要再温习一遍。朕今日亲自主持农举殿试。大周朝以农立国，然天灾频轰，百姓饥短。朕问你们，有何良策可使天下再无饥荒？陛下，臣以为天灾乃上天警示，当敬天修德。陛下应率百官祭天祈雨，减免赋税，以安民心。天心感召，自然风如条雨顺。又是祭天修德，去年祭了3次天，旱了整整1年，空话一堆，没有一个字能落到实处。陛下，臣以为饥荒之根源在于赋税过重，若能免除全国农户3年赋税，百姓手里有了余粮，自然不怕灾年。免除3年赋税，边关军饷从哪儿来？治河修路的银子从哪儿来？你这法子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，3年后国库空了，饥荒照样闹。朕要的是实策，不是空话，不是拆东墙补西墙。还有人吗？陛下，草民有实策3条，可保大周再无饥荒。讲。第1条，改土，天下良田10之7八土质退化，草民有改土秘法，可使裂田变良田，亩产倍增。第2条，育种，草民有抗旱良种，大旱之年亦能保收。第3条，大棚，寒冬腊月处暑旱天，大棚之内4季如春，百姓冬日亦有鲜菜。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可这殿上说的天花乱坠的人多了，你拿什么证明你不是又一个空口说大话的？清水县大旱之年，草门用此3法，全县粮食不减反增，百姓无一人饿死。王知县可亲自进京作证。另外，清水县今年旱稻亩产320斤，比起往年翻了数倍不止。这实打实的数字就是草民的凭证。传旨，命清水县王知县即刻进京，核证郭俊所言，若属实，此乃大周之幸。遵旨。怎么样？皇帝怎么说？皇帝要派人去清水县核查，如果核查属实，查实了怎么样？查实了，这些技术就要推广到天下，到时候咱们就不再是一个村一个县的事，是天下百姓的事。大俊，你这是要做天下最大的庄稼把式啊！什么庄稼把式？我就是个种地的。但如果种地能让天下人不饿肚子，这个地我种地。国君，朕已派钦差前往清水县实地查验你的农技，若你所言属实，朕重重有赏；若有半句虚言，陛下，草民所言句句属实，愿以项上人头担保。你们2人即刻启程，务必详查细访，不得走过场。臣领旨。这几日你就住在京城，等钦差汇报。草民遵旨。王知县，郭俊在清水县推行农技，成效如何？2位大人，本县去年大旱，全县12个村，往前都要饿死几十口人。今年用了郭俊的改土法、大棚法和旱稻2种，全县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4成，百姓无一人饿死。这是各县各村报上来的产量文书，请钦差过目。我们要实地看看，带我们去陈家村。这稻子确实长得好，穗大力饱，比京畿地区的庄稼还强。大人，这稻子用的是郭先生培育的旱稻2种，抗旱耐碱，大旱天也能活。那大棚在何处？带我们去看看。2位大人，请随我来。清甜多汁，冬日里竟然能种出这等鲜菜，匪夷所思。这些技术都是郭俊一人所创。回大人，是我家相公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本事。他说是做梦梦见的。
不管怎样，时效为证，这技术确实神乎其技。启禀陛下，臣等奉命前往清水县实地查验郭俊所言。陈家村旱稻亩产320斤，大棚种菜寒冬不绝，全县粮食增产40%。40%？你可亲眼所见？臣亲手拔起一株稻穗，稻谷饱满，颗粒均匀。臣还进了大棚，寒冬腊月，棚内黄瓜顶花带刺，白菜抱卷紧实。郭俊所言句句属实。好，郭俊，以农技救活一县百姓，功在社稷。朕封你为从五品农政司主事，专司天下农技推广之职。陛下，臣领旨。但臣有一个请求。说，臣请求陛下设立农政司，不止臣一人，要招募天下农技人才，共同推广。一人之力有限，众人之力无穷。宰相意下如何？陛下，郭俊所言甚是，设立农政司专管天下农事，此乃万世之利。准。即日起设立农政司，郭俊为第一任主事，赐金牌一面，可巡查天下州县，所到之处如朕亲临。臣领旨，谢陛下隆恩。郭主事，农政司的衙门还在筹建，大约需要3个月。这期间您……我去民间，衙门建好了，我回来述职；建不好，我就在民间继续种地。大军，这是皇帝的金牌，陛下赐的农政司主事金牌，可巡查天下。你这是做官了？从五品？不是做官，是做事。陛下让我推广农技到天下，这是天大的责任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回陈家村？明日就启程，先回去把家里安排好，然后要走遍大周朝13州，让每一个村子都用上大棚和良种。爷，爹回来了。听说你中了状元？不是状元，是农政司主事，专门管天下种地的官。郭主事，恭喜荣归！本县已经接到州府文书，清水县作为农技推广试点县，优先配备资源。大人，推广的第一步从陈家村开始，我要在这里建一个农技学堂，培训各村的农技人才。朝廷设立了农政司，郭某担任主事。从今日起，陈家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村子，这里是天下农技的发源地。我要在这里建学堂、建试验田、建更大的大棚，各地的人都会来学技术，陈家村会名扬天下。大军，不对，郭主事，你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郭主事，我能当学堂的账房吗？你当总管，账房、人事、后勤全归你管。农技第一课，识土。土是庄稼的命根子，不懂土，种不出好庄稼。这土板结严重，碱性偏高，怎么判断？看颜色，闻气味，捏手感。然后用改良液调理，这是配方，每个人都记牢。理论要结合实践。今天你们每人负责一锹地，从翻地到播种，亲手做一遍。郭先生，这旱稻种子怎么撒？先浇一遍催芽液，然后均匀撒播，铺土半寸。来，我示范。郭先生，这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怎么控制？用手感觉，用眼看。棚内温度要比外面高5到10度，湿度60%以上。中午太热就先开一角通风，晚上冷了再加一层草帘。
郭先生，我这一荞白菜发芽了。发芽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要间苗、浇水、施肥，每一步都不能马虎。郭先生，我按您教的配了营养液，浇下去第2天苗就精神多了。营养液要按比例，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多1分烧根，少1分没效。郭主事，30名学员的考核成绩我都记好了，前3名留下，作为下一期的助教，其余27人回各村，把技术带回去。10天的学习只是开始，回去之后要在各村建大棚、育良种，遇到难题随时来找我。郭先生放心，我回村就建大棚，不成功不罢休。我也是，我们村今年一定要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。大军，不，郭主事，真是活菩萨啊！什么菩萨？这是咱们村自己养出来的人才。大军，30个人撒到全县12个村，够不够？不够。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这30人教会300人，300人教会3000人。总有一天，大周朝的每一个农夫都会这些技术。郭主事，知州大人今日有会，不便见客。你们先在客栈住下，等通知。我等奉命来汇报农技推广事宜，烦请通禀。郭主事，不是我不通禀，是知州大人确实忙。这样吧，3日后你们再来。好，3日后我们再来。大军，这州府官员明显在推脱，咱们有皇帝赐的金牌，直接闯进去，看他们敢不开门。金牌是做事用的，不是仗势欺人用的。知州不见我，必有缘由。郭主事，我出去打听了一圈，州府里有人在背后使绊子，反对咱们推广农技。谁反对？州府的同知大人，姓马，此人家中3代开粮行，在州府有4间铺面。如果天下粮食增产，粮价必然下跌，他家粮行的利润就得砍掉大半。怪不得推3阻4，这姓马的是怕咱们断了他家财路。大军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利益受损，自然要阻挠。但一个同知挡不住金牌令箭，他背后还有人，得先摸清底再动。马同知阻挠推广，是为了自家粮店利益，这种人不能硬碰硬，要让他知道，推广农技对他也有好处。马同志的老家在灵州，那里的粮店靠高价卖粮盈利。但如果我让他的粮店成为农技推广的物资供应点，阻挠变合作，敌人变盟友，这才是上策。郭主事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马大人，下官此来是有一桩买卖想跟大人谈。哼，买卖？本官是朝廷命官，不做买卖。大人误会了，下官听说大人老家经营粮店，规模不小。你调查本官？下官不敢，只是推广农技需要大量物资，种子、农具、肥料。如果大人的粮店能转型为农技物资供应店，利润比卖粮高10倍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大人请看，1亩大棚需要竹竿50根、油布10尺、种子1包、营养液3瓶，这些物资成本5两，售价10两，而1亩良田的粮食只能卖3两。如果大人的粮部改为农技物资店，供应全州12个县的大棚建设，1年利润不下10万两，而且这是朝廷支持的生意，有皇粮补贴，稳赚不赔。郭主事，你这是在贿赂本官？下官不敢，下官是在给大人指一条财路。大人有了财路，就不会阻拦下官推广农技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？郭俊，你果然不简单。好，本官答应你，粮店转型为农技店，但你得保证货源和销路。一言为定。大人，郭主事昨日与下官详谈了一番，下官以为郭主事的推广计划利国利民，州府理当全力支持。
下官计划在全收12个县同时推广大棚和良种，需要州府2样支持：一纸公文，一笔专款。大人，下官愿亲自督办此事，各县县令的协调、物资的调配，下官一手包办，绝不耽误郭主事的行程。好，有马同之配合，推广之事必能顺利。郭主事，公文即刻下发各县，专款由马同之负责拨付，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。郭主事远道而来，下官有失远迎。州府公文昨日刚到，下官连夜看完了大棚搭建法和汉道育种法，受益匪浅。大人客气，上阳县是下官此行第一站，不知试验田和培训学员可以安排妥当。郭主事请看，试验田就在县衙边上，10亩旱田已按册子上的法子改土施肥。这几位是本县种了30年地的老农，都自愿报名学大棚。改土做得不错，氮磷比例基本达标，老农有底子，学起来比新手快。大人，上阳县是第一个落实的，3天后第一批秧苗就能下田。郭主事，下河县地势低，往年一旱就干，一雨就涝。下官按册子上的法子挖了排水沟，但心里没底，还请郭主事指点。大人做得对，低洼地先排水再改土。这个排水口被泥沙堵了一半，疏通以后，在出口加一道碎石滤网，防堵防涝。另外，下河县湿度大，大棚通风要比别处多半个时辰，不然菜叶容易生霉斑。郭主事，我家那几亩地也在河边，年年涝，照这法子改了，真能种旱稻？能。排水沟挖深1尺，田垄加高半尺，旱稻根系扎得深，不怕涝。你跟着试验田做，3个月后自己就能上手。各位乡亲，这大棚不神奇，就是一层油布罩着，里面保温保湿，冬天也能种菜，旱天也能保收。郭先生，建这么一个棚得花多少银子？咱们庄稼人手里可不宽裕。县衙补贴1半，自己出1半。1亩大棚成本5两，补贴后只要2两5钱。2两5不是小数目。郭先生，这棚子1年能挣回来吗？1亩大棚1茬菜能卖10两，1年3茬就是30两，成本2两5，建立27两5。27两5，我种了3亩麦子，1年才攒下2两。我们要建，郭先生算我一个，我也要建大棚。郭主事，教室坐不下了，新报名的还有20多人在排队。把旁边那间旧仓库也改成教室，打通了连在一起，能多塞30个人。砖瓦木料都要银子，州府拨的款还够吗？农机店上月利润分了200两，加上州府余款，够扩建了。明年这时候，全州要有3000座大棚，后年全大州朝3万座。我要让天下人不饿肚子。郭郡的改良液配方和旱稻良种，全州都在用。马同志那个蠢货开了家农技店，上个月利润2000两。2000两还是小头，如果把这些配方拿到手，在京城开农技店，面向全国13州，利润比马同工的店高100倍不止。派人去清水县，暗中调查郭郡的配方来源，能收买就收买，不能收买。我派最得力的手下去，一个种地的敬酒不吃，就只能吃罚酒了。郭主事，在下周富，是京城来的商人，久仰郭主事大名，想跟您谈一笔大买卖。什么买卖？在下愿出白银1万两，购买您的改良液配方和旱稻良种。1万两，够郭主事几辈子花了。不卖。2万两，郭主事，这个价钱，全大王朝没有第2个人出得起。配方和良种是推广给天下百姓的，不是拿来卖钱的，出多少两都不卖。郭主事，您可想清楚了，有些人您得罪不起。你是在威胁我？
俊，那人不像善茬，临走那个眼神阴得很。要不要我跟上去看看他往哪儿去？跟着他，但别靠太近，看他落脚在哪儿，跟什么人接头。能出2万两的人，背后另有主子。郭主事，咱们手里有御赐金牌，还怕他一个生意人？他敢动咱们一根指头，告到京城，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金牌能防明枪，防不了暗箭。这些人觊觎配方，今天收买不成，明天就会换别的法子。从今天起，学堂和仓库加双岗值守，配方册子每晚收回锁好，谁值班谁签字。婉言，带小丫进屋，閂上门。谁？国君，有人花重金买你的配方，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就凭你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大军，人抓到了。昨天我就觉得他不对劲，一路跟到县城客栈。他根本不叫周父，真名赵三。赵三，他主子是谁？礼部侍郎周康，这姓赵的是周府的家奴，专门替周侍郎在外面干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我蹲在客栈隔壁房间，亲耳听见他跟京城来的人接头。礼部侍郎掌管天下科举和农举，你家主子看中了农技推广的利润，想垄断配方自己赚，对不对？郭主事，周侍郎是朝廷大员，咱们惹不起。这事儿要不要禀报王知县？不是我们要惹他，是他已经惹到我们头上。一个侍郎就想把利国利民的农技配方据为己有。陛下我赐我金牌，可不光是为了推广农技。周侍郎位高权重，硬碰硬不行。但他也有软肋，他掌管农举。如果我在电视上的表现被皇帝知道，把周侍郎派人刺杀，企图垄断农技配方的事，通过王知县呈报给知州，再转呈皇帝。同时，把改良液配方和旱稻粮状的技术文档整理成册，通过农政司正式渠道公开。配方一旦公开，周侍郎垄断的计划就抛了。技术是属于天下百姓的，不是某个人的摇钱树。想垄断，做梦！今日，我要将改良液配方、旱稻育种法、大棚搭建术全部公开。郭先生，这些配方价值连城，怎么能公开？正因为价值连城，才要公开。如果配方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天下百姓还是要饿肚子。只有人人都会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立刻誊抄100份，分发到全州各县。另外，盖上农政司的大印，以朝廷名义发布，这样就没人敢垄断了。郭主事，您这是断了那些想靠配方发财的人的财路啊！技术是为了救人，不是为了发财。好一个郭俊，把配方印成册子到处发，咱们连仿造的机会都没有。2万两白银买不到的东西，他现在白送给全天下。大人，配方已经公开了，咱们之前的计划全泡汤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明着垄断不行，就来暗的。我要让郭俊身败名裂，这辈子再也没人信他的配方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派人去清水县查农政司的账，州府的拨款、县衙的补贴、农技店的利润分成，只要郭俊经手过1两银子，就告他贪污公款，贪墨之罪，御赐金牌也保不住他。大人高明，贪墨罪是朝廷大忌，只要坐实了，郭俊不仅官职不保，还得下大狱。郭先生，
听说这配方真的不要钱，我们全家从临县走了30里山路赶过来，就怕来晚了领不到。免费，拿回去照着做，不懂的来学堂问，随时有人教。大军，配方全公开了，你不怕那些京城商人恨你入骨？会恨，但百姓会记住，得罪几个商人救活千万百姓，这笔账算得都过来。郭主事，您这是把身家性命全押上了。从您第一天来陈家村，我就知道您跟别人不一样。从我来这里的第一天起，就没想过退路。这天下，该变一变了。郭俊，农政司主事，接旨。奉旨查案，有人弹劾你贪污农政司拨款中饱私囊，从今日起停职查办，不得离开陈家村半步。草民，臣领旨。但臣要问一句，弹劾者是谁？礼部侍郎周康，证据是你经手的账目断缺白银5000两。不可能，大军的每一笔账我都看过，清清楚楚。有没有问题？查过才知道。来人，查封农政司在陈家村的所有账目。这笔50两的支出，票据呢？在这里。购买竹竿和油布有收据。这笔30两呢？学员伙食费有明细。奇怪，账目没问题啊。周侍郎说有问题，就一定有问题。再查。俊哥，周侍郎为什么要害你？我公开了配方，断了他的财路，他想报复。那怎么办？账目是清白的，不怕查。但周侍郎位高权重，他如果要捏造证据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让皇帝知道真相。周爱卿，你弹劾农政司主事郭俊贪没公款5000两，可有实证？回陛下，臣有铁证。陛下，臣派人核查过清水县农政司的账目，州府拨款、县衙补贴、蓟溪店利润分成3笔账目核对，确实短缺白银5000两。郭俊此人表面清正廉洁，实则中饱私囊，辜负了陛下的信任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臣乃清水县令，农政司在清水县的每一笔账目，臣都亲自过目。从改土费到建棚补贴，从良种采购到农技店分成，笔笔清楚，绝无短缺。周侍郎所奏纯属诬陷。王知县，谁不知道你与郭俊关系匪浅？你的乌纱帽是他用粮食换来的，你自然会替他开脱。你的证词不足为信。宰相，此事涉及朕亲封的农政司主事，又关乎天下高技推广大局，你以为如何？陛下，郭俊与周侍郎各执一词，王知县又力证其清白。事关重大，不可偏听偏信。臣建议派御史台官员亲赴清水县，重新彻查账目，以正视听。准。传朕旨意，派御史台张御史即刻启程，亲赴清水县彻查此案。在案情查明之前，农政司一切事务照常运行，任何人不得干扰。郭主事，本官奉陛下圣旨，彻查农政司贪墨一案，你有何话说？张大人，农政所有账目均已备好，大人随时可以查阅。但臣有一言，5000两不是小数目，若臣真贪了这笔银子，总要有个去处。臣请求大人，不光查账，还要查臣的家、臣的田、臣的大棚。你说的有理。来人，兵分2路，一路去农政司学堂查账册，一路随本官去郭主事家中。大人，屋内屋外全搜遍了，除了这几10两碎银子、几块布料和一些农具，什么都没有。郭主事，你是朝廷从5品命官，就住这样的房子？大人，郭主事的银子全投进农技推广里了，各村建大棚的补贴不够，他自掏腰包补上。学堂扩建成现在这规模，用的也是他自己的俸禄。他连给小丫做新衣裳的银子都舍不得花，哪来的5000两可贪？郭主事，账目确实没问题，每一笔拨款、每一笔支出都有据可查，
但周侍郎弹劾你贪墨5000两，这算缺的数字从何而来？大人，这是臣私人记录的流水账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，连买1斤盐、1根蜡烛都记在上面。大人可以对照关账，逐项核查。连小丫买饴糖的6文钱都记在上面，你一个从5品命官，过日子肆细到这个地步？臣是农学出身，习惯了精确记录。大人，臣的账目经得起任何查验。5000两的缺口，不是臣贪了，是有人故意做空了账，请大人明察。大主，不能干等着。周侍郎在京城要害俊哥，咱们得让皇帝知道，清水县百姓离不开郭俊。嫂子，道理咱们都懂，可咱们平头百姓连京城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，怎么跟皇帝说上话？百姓情愿让全县的百姓联名上书为俊哥作证，这天下总不能让好人被冤枉。嫂子这主意好，郭主事救过咱们全村人的命，现在轮到咱们救他了。我这就去联络各村，把人都叫来。张大伯，郭先生有没有贪污，您心里最清楚。现在有人要害他，咱们不能袖手旁观，签字安印就是替他说话。郭夫人，郭先生救了咱们全村人的命，这字儿我签，不光我签，我全家都签。县令大人，这是全县12个村3000多人的联名血书，每一个手印都是自愿按的，恳请大人转呈皇帝，为郭俊伸冤。郭夫人，本官一定尽力，但联名上书只能证明郭俊深得民心，要彻底洗清贪墨的罪名，还需要更有力的物证。张御史正在查账，我们再等等。大人，草民是上阳县的，郭主是来我们县浇大棚，亲自夏天挖排水沟，干了一整天，连口水都没喝我们的。临走时，我家婆娘塞给他2个鸡蛋，他硬是塞回来了，说留给娃吃。这样的人会贪银子，打死我都不信。大人，我是下河县的，我们村那批旱稻种是郭主事自己贴钱从陈家村调过来的。他说运费算他的，种子钱等我们收了稻子再还。他要是贪官，哪来的银子贴给我们？郭夫人，你的来意本官知道。周侍郎是朝廷3品大员，弹劾奏折直接递到了陛下案头。本官虽为益州之长，但在朝中说不上话，实在帮不上大忙。大人，俊哥推广农技，全州百姓都受益。如果他倒下了，谁还来教大家大棚种旱稻？那些已经跟着他干的农户，棚子搭了一半，稻子还没收，他们怎么办？大人，郭夫人说的对，郭俊的技术关系到全省乃至全天下的粮食安全，不能让他因为一纸诬告就倒下。下官愿以项上乌纱为郭俊担保，他在清水县经手的每1两银子都清清楚楚。好，本官亲笔写一封担保信，以州府官印为郭俊作证，再加上百姓的联名血书和张御史的核查报告，3份证物一起送往京城。周侍郎的弹劾再狠，也压不住民心。陛下，臣奉旨彻查清水县农政司账目，历时半月，逐笔核对。郭俊所经手的每一笔款项，从州府拨款到县衙补贴，从内祭奠利润到学堂扩建费，全部有据可查，清清楚楚，绝无贪墨。相反，臣在核查中发现，郭俊私人贴补农技推广的银子累计超过300两，全部用于各村的建棚补贴和粮种采购。这笔钱他一笔都没有报销。如今御史查账，账目分毫不差，搜他家家徒四壁。朕亲封的从5品命官自掏腰包办公事儿。不止如此，陛下，臣带人搜查了郭俊在陈家村的住所，郭俊的全部家当，银43两，田5亩，茅屋3间，家中除了农具和几袋稻谷，
没有任何值钱财物，他的家产还不如邻村一个普通富农。陛下，这或许是郭俊故意装穷，把贪来的银子藏匿起来，区区几间茅屋，怎能证明他没有贪墨？周康，你弹劾郭俊贪墨5000两白银，如今御史查账，账目分毫不差，搜他家，家徒四壁。你倒是告诉朕，这5000两去哪儿了？臣也是被手下蒙蔽。陛下，民妇谢婉言，郭俊之妻。这是清水县及邻县3700余名百姓的联名血书，每一个名字都是自愿签下，每一个手印都是自愿按上。他们愿意用身家性命为郭俊担保。郭俊从未贪墨1两银子，一心只为百姓种地。宰相，3700百姓联名为一个官员担保，我大周朝开国以来可曾有先例？陛下，自古未有，民心所向，胜于千言万语。3700人的手印，足以证明郭俊是什么样的人。周侍郎所奏贪墨之事，已经不辩自明。周康，你弹劾郭俊贪墨5000两，证据何在？证人何在？你身为礼部侍郎，不经查实就诬告朝廷命官，险些折了朕的农政大业。陛下，臣也是被手下蒙蔽，臣知罪，臣该死。来人，削去周康礼部侍郎之职，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，押入刑部大牢，彻查其诬告忠良之事。郭俊，朕险些听信谗言，错怪了你。你的清白，3700百姓为你证明了。朕今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还你清明。陛下明察秋毫，臣感激涕零。臣不求清明，只求农技推广之事不要因为这场风波而中断。各村的大棚刚搭了一半，旱稻秧苗刚下田，百姓等不起。郭俊听风，你的农技推广利国利民，功在社稷。朕今日升任你为农政司正五品郎中，总揽天下农政推广之事。臣领旨。但臣还有一个请求，恳请陛下恩准。说，臣请求陛下将农技推广定为国策，永不因人事变动而中断。臣在一天推广一天，臣若不在，后来者仍要继续。天下百姓需要这些技术活下去。传朕旨意，农技推广自今日起为大周朝万年国策，永不更改。命工部刻碑立于农政司门前，昭告天下，后世子孙永以为训。爹，娘说咱们以后住在京城吗？京城好大，比清水县大多了。不，爹还要走，去更远的地方教更多的人种地。小丫和娘先回陈家村，等爹回来。这次是去哪里？要去多久？陇西州3年大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一趟最少半年。婉言，条件太苦，你和小丫留在京城。俊哥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上次你进京我拦不住，这次你去陇西，我和小丫跟你一起。大俊，我把村里的事儿交代给丁老四了，我也跟你去。反正我在村里没牵挂，跟着你还能多看看这天下长什么样。这次不只是你，我从陈家村学堂选了10个人，都是各科考核最优的学员，跟我一起走，去教大周朝最穷的地方。郭大人，农政司现在管辖13个州的农技推广，光是各州报上来的公文就堆了半间屋子。之前周侍郎当的事耽误了大半个月，积压的事务太多。先把积压的公文分类，各州耕地面积、农户数量、粮食产量、旱灾情况，这4个数据列一张总表，3天内交给我。大人，各州的公文格式不统一，有的州报的是田亩数，有的州报的是产量数，汇总起来至少需要10天。以前农政司从来没有这么紧的工期。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农时不等人，百姓饿肚子也不等人。你们加班3天，陇西州就能早3天拿到2种。格式不统一的，先按原始数据上报，边汇总边统一，但3天就是3天。陇西州3年大旱，去那里没有俸禄补贴，
没有车马代步，只有走不完的山路和浇不完的农户，能吃苦，能受累，能受委屈的出列。郭先生，我是汉道育种班的，我们村去年饿死过人，您来之前我也差点饿死，现在轮到我去救别人了。郭先生，您说过一个人吃饱不算本事，让天下人都吃饱才是本事。我跟您学了1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郭先生去哪儿我去哪儿。我爹说了，跟着您做事儿是积德。好，你们10个明日启程。陇西州的百姓等了我们3年。娘，那些人为什么躺在路边不动？太阳这么大，他们不热吗？他们走累了，在休息。小阿乖，别往外看。老人家，陇西州旱了多久了？村里情况怎么样？3年，整整3年没下一滴雨，庄稼全枯了，村里人逃的逃，死的死，10户剩不下3户。老汉这把老骨头也快了。朝廷不是拨了赈灾粮吗？你们没领到？赈灾粮下来的全是福康，连米星子都见不着，一层层克扣到我们嘴里就剩皮了。加快速度，今天天黑前必须赶到州府。赈灾粮被克扣成糠皮，这事没完。陇西大旱3年，百姓饿殍遍野，路边白骨无人收。知州大人，你可知罪？郭大人息怒，天灾不由人，下官这3年也是想尽办法，实在是大旱太烈，下官也尽力了。尽力！赈灾粮被层层克扣，到百姓手里只剩糠皮，这叫尽力。你告诉我，朝廷拨下来的粮食去哪儿了？从今日起，陇西州农技推广和赈灾放粮由我接管，你负责2件事：第一，开仓放粮，每个村按人口10发，不得克扣1粒；第二，把经手赈灾粮的人全部扣下，交御史台彻查。郭大人，这不合程序，州府有州府的难处。你看见这面金牌了？陛下赐的，如甚亲临。你要不要我当着你的面先斩后奏？不敢，下官遵命，这就开仓放粮。乡亲们，我们是朝廷农政司的人，来这里教大家抗旱种电，用大棚技术和旱稻2种，大旱天也能保收。官爷，3年没下雨了，地都死透了，什么种子下去都长不出来，浇也没用，天不给活路。有用，我的改良液能让死土变活土，旱稻2种不需要多少水就能出苗。你们给我3天时间，3天后你们会亲眼看到变化。发芽了，真的发芽了！这块地3年没长过一根草，今天居然发芽了！这只是开始，再过10天，苗就能长到膝盖高，2个月后就能收稻子。3年没种出庄稼的地，今年让你们吃饱。郭大人，您不是人，您是神仙下凡。3年大旱，地都死了，您一来地就活了。不是神仙，是科学。改良液调理土壤，2种适应干旱，大棚保住湿度，3者结合，旱天也能种出粮食。您起来，往后不用跪任何人，站着吃饭。谢郭大人救命之恩！快起来！要谢就谢皇帝，谢朝廷。我只是一个种地的，碰巧会点手艺。陇西州12个县，每县1个试点村。你们每人负责1个村子，从改土到大棚搭建到育苗，全程手把手教。记住你们不走，他们学会了你们再走。大军，你已经半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了。昨晚改土改到半夜，今天天不亮又下田，歇半天就半天行不行？这里的人等不起，每多耽误1天就可能多饿死1个人。等这茬稻子出了苗，我睡1天息夜。军哥，你瘦了，今天照镜子颧骨都凸出来了。粥趁热喝，熬了2个时辰，
婉言，看着那些百姓饿肚子的样子，我睡不着。以前在陈家村只有5亩地，我能1家1户帮，现在一个州几10万人，帮得越快越好。爹，你今天教他们种地，他们以后就能吃饱饭了吗？就不会再有人躺在路边不起来了吗？能，只要他们学会了，就再也不用饿肚子。小牙以后长大了，也教别人种地，好不好？爹，你是天下最好的爹。小牙，爹要做天下最好的农人，让所有人都吃饱饭，这才是最好的爹。国君，歇会儿。郭大人，陇西州3年大旱，今年用了您的技术，粮食产量居然比丰年还高。12个县的县令报上来数据，平均亩产350斤。不是居然，是必然。改良业把死土变活土，旱稻2种根系扎得深，大棚保住土壤湿度。技术到位，管理到位，丰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大军，12个县加起来的农户，少说也有几万户。陇西州这一茬稻子，你救活了几10万人，几10万人。但大周朝13个州，还有多少个陇西在饿肚子？你想过没有？陇西只是第一站。郭大人，本官已经上书朝廷为您请功，陇西州百姓联名写了万民书，和请功折子一起送往京城。您这份恩情，陇西百姓世世代代不会忘。不用为我请功，大人看看田里那些人，是他们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丰收，我只是教了方法，真正种出粮食的是他们。郭大人，您这一走什么时候再回来？我们村的稻子明年还要种，您不在我们心里没底。等你们都能自己种好地了，我就不用回来了。大棚坏了会修，稻种瘪了会换，改良业配比记在本子上，你们已经不需要我了。郭大人，您救了咱全村人的命，我们舍不得您走。我家娃还没学会叫您一声恩人。不用舍不得，我把学员留2个在你们村，他们会继续教。等技术学精了，你们也可以教别人。到时候你们自己就是郭先生。诸位乡亲，留步吧。叔叔婶婶再见，曹蚂蚱，我会好好收着的。小妖再见，再来再来，我要给你留最好吃的枣。